皇上，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去看望一下？哎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哎，您慢点儿，我扶着您。哎，皇上您怎么来了？臣妾不是扭伤了脚，不能亲自迎接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不必了，你的脚可有大碍？并无大碍，待臣妾回去休养几日便可。谢皇上挂念。倒是今日风和日丽，是个赏花的好日子，臣妾想要看一看。既无大碍，那你就自己在这赏花吧。朕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可否听臣妾说几句心里话？不然，臣妾必会日不能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此生非皇上不嫁，可是没想到家事不幸犯案，才不得不与皇上分开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我也曾多次想就此了却一生，可是每想到与皇上相识相知的曾经，就一次次放弃了。因为我想要再次见到皇上，想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没想到医院命好，居然能有幸再次见到皇上。皇上也不嫌弃我，还立我为后。可是当我知道皇上的心中早已另有所属后，依云发现自己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。其他名利富贵，我真的毫不在乎，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。难道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？依云，是我辜负了你，可我已心有所属了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因为我曾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娶你为妻，所以我便把这皇后之位给了你。也许我能补偿你的，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其余的，言弃无能为力。皇上，那晚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以后还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。秦柔。
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，就交给爱卿处理吧。切记尽快安抚灾民，重建村落。遵旨。皇上，御林军统领尹浩求见。快传。是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如何？有消息了吗？臣多日打探，不负皇上厚望，已有消息。快说。确实有人看见青柔姑娘往东边方向去了，据说是名山方向。名山？而且什么呀？独孤元也恰巧一起失踪了。我怀疑，莫不是独孤元劫走了青柔吧？你怀疑独孤元？不错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名山、独孤元、青柔，这其中会有什么玄妙啊？尹浩，你继续打探，务必得出准确的消息。是，微臣告退。青柔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等着我。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元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元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，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双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元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元。